日本有一樣嘢好反常，一個世界上面最乾淨嘅國家，條街幾乎係冇垃圾桶，但你行街嗰時呢，地下呢又真係乾淨到離譜喎。呢件事其實唔合理。Konnichiwa，大家好啊，歡迎大家返到嚟我老師嘅頻道啊。如果你去過日本旅行嘅話呢，就一定試過呢一樣嘢啦。你買咗支嘢飲，飲完之後呢，周圍喺度望，點解冇垃圾桶嘅呢？幾乎係完全冇喎。再行多幾條街都仲係冇嘅。於是呢，你就出現咗一個好典型嘅旅客行為啦。一隻手拎住個吉樽，另一隻手呢就喺度四圍望，好似喺度尋寶咁樣。結果呢，可能行咗10分鐘、20分鐘，最後呢先係一間便利店或者係一部自動販賣機嘅側跟，終於呢就揾到個資源回收箱。如果呢你係第一次嚟日本旅行嘅話呢，呢一個經驗呢其實必定呢會遇到嘅。你會開始發現成個城市好似冇預你抌垃圾咁樣嘅。但真正奇怪嘅係唔係揾唔到垃圾桶，而係點解日本街頭幾乎係冇垃圾桶，但街道呢又可以乾淨到世界知名嘅呢？你行街嗰陣呢，地下好少見到垃圾嘅，公園好乾淨，街道呢亦都好乾淨，甚至有時呢乾淨到去到一種好誇張嘅程度添㗎。於是呢，好多遊客都會覺得，因為日本人有公德心。呢個答案其實冇錯，但如果你再諗深一層，只係用公德心去解釋嘅話呢，其實好多地方呢都解釋唔到嘅。而另一個好常見嘅說法呢，就係歷史原因啦。1995年，日本呢曾經發生過一宗呢震驚全國嘅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啊。當時日本嘅奧姆真理教呢喺東京地下鐵釋放沙林毒氣之後，日本政府為咗安全嘅考慮，就大量撤走晒呢啲公共嘅垃圾桶啦。呢一個歷史背景確實存在，但如果你再諗清楚，呢一個原因其實都只係解釋咗一部分咋。因為世界上呢好多城市都曾經面對過恐怖襲擊，但唔係每一個地方都變成咗冇垃圾桶嘅城市。除咗反恐呢，其實仲有一個好現實嘅原因㗎。例如日本嘅垃圾分類其實好嚴格，有啲地方呢甚至會分到10幾20類添㗎。如果公共垃圾桶太多嘅話呢，反而會變得好難去管理。再加上有啲地方會擔心有人呢會將屋企嘅垃圾拎出嚟抌，同埋垃圾桶越多嘅話呢，清潔成本、管理成本呢都會跟住上升。所以最後呢，索性選擇減少公共垃圾桶啦。不過呢，問題其實仲未真正回答到嘅。如果唔係純粹因為教育，亦都唔係純粹因為歷史事件，咁點解日本可以喺冇垃圾桶嘅情況之下，依舊呢可以保持咁乾淨嘅呢？當我喺日本生活咗一段時間之後呢，我就慢慢開始發現咗一件事啦。日本社會呢可以理解為一個呢好特別嘅運作模式，就係好多本來應該係由公共空間處理嘅事情，最後呢都會變成咗個人責任。垃圾呢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當街頭冇垃圾桶嘅時候，個結果其實好簡單，你自己製造嘅垃圾就由你自己去負責。你飲完嘅一支嘢飲就自己帶走啦，你食完嘅一包零食就自己拎住啦。有時候啊，甚至要拎返屋企先可以抌㗎。換句話嚟講，日本街道嘅乾淨呢，某程度上呢，其實係建立喺一件事之上嘅。每一個人呢，都要自己處理自己嘅麻煩。當你開始用呢個角度去睇日本社會嘅話呢，你會慢慢發現，至少部分反映咗呢好多事情呢都有同一個邏輯。其實如果你有聽我上一條講日本二手文化嘅影片，你可能會發現喺日本好多嘢呢都唔係抌咗就算，而係總會有個去處。垃圾係，物品其實都係。又例如呢，日本電車入邊呢通常都好安靜嘅，唔係因為有人規定呢唔可以講嘢，而係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講電話、高聲交談、開大聲去睇影片嘅話呢，就會影響到其他人。所以解決方法就係自己控制自己啦。其實呢，垃圾桶嘅問題都係同一個邏輯，唔係日本人呢特別中意拎住件垃圾周街行，而係呢個社會嘅設計本身呢就假設咗一件事，每一個人呢都要為自己嘅行為負責。所以日本嘅乾淨呢，某程度上唔係因為方便，反而係因為呢有一啲少少嘅矛盾嘅嘢，就係麻煩啦。因為當處理垃圾變得麻煩嘅時候呢，人呢就開始更加之小心啦。但如果再睇深一層嘅話呢，其實仲有一個原因㗎，係好多人呢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呢，未必會留意到嘅，就係處理垃圾其實係一件有成本嘅事。喺日本，大部分嘅家庭抌垃圾呢，其實都唔係完全免費㗎喎，例如唔少嘅縣市都要買指定嘅垃圾膠袋。
某程度上係體現咗用者自付嘅原則。換句話嚟講呢，你抌越多嘅垃圾嘅話呢，就要買越多嘅垃圾膠袋啦。簡單嚟講就係邊個製造垃圾，邊個呢就要自己承擔處理嘅成本，就好似用電用水用得多就要俾多啲錢一樣啦。如果街頭到處都放滿晒公共嘅垃圾桶嘅話呢，任何人都可以隨便咁樣抌，最終清理同埋處理嘅開支呢就變成咗全個社會一齊埋單啦。但日本呢就選擇咗另一條路，減少公共嘅垃圾桶，將抌垃圾變翻咗做一件呢個人責任嘅事。喺香港呢，大部分人其實都習慣咗一件事，街上面呢一定會有垃圾桶㗎。你飲完一支嘢飲，行幾步呢，通常就可以揾到一個地方抌噶啦。所以好多時候呢，我哋處理垃圾嘅方式，其實呢係依賴城市本身嘅設計嘅。某程度上，日本街道嘅乾淨呢，唔只係因為政府管理得好啊，而係因為呢成個社會都默認咗一件事。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嘅選擇負責。如果咧再諗深一層，日本街頭小垃圾桶可能咧唔只係為咗處理垃圾，反而更似嘅係從源頭減少垃圾嘅出現啊！因為當你知道自己製造嘅垃圾要自己帶走嘅時候呢，而且可能要帶住佢行好耐，你下一次做決定嘅時候就會開始改變噶啦。你可能會問自己：我仲買唔買呢支嘢飲好呢？我而家開唔開呢包零食好呢？慢慢你會發現，你唔係學識點樣抌垃圾，而係咧開始減少製造垃圾啊！所以日本街道嘅乾淨呢，未必只係因為清潔做得好，而係佢從一開始呢就設計到你唔想製造垃圾。有啲城市會係教你點樣去抌垃圾，但日本似係令你慢慢開始唔想製造垃圾。對於遊客嚟講，冇垃圾桶其實係幾唔方便噶。有時咧，你真係要拎住件垃圾行到好遠，甚至有人會覺得點解一個咁先進嘅城市連垃圾桶都冇嘅？所以呢，如果你再睇深一層，日本街道嘅乾淨其實唔只係文化問題，佢背後反映嘅呢係一種社會運作方式，就係將公共問題分散到每一個人身上。而當每一個人都願意承擔一小部分嘅責任嘅時候呢，成個城市呢就會變得非常之有秩序。但同時，每一個人呢都要付出多少少嘅努力，所以去到最後呢，就會出現咗一個幾有趣嘅問題啦。日本嘅乾淨到底係因為文明，定係因為一種無形嘅社會壓力呢？又或者其實兩樣都有呢？但係如果你以為小垃圾桶就一定會令城市更加乾淨，其實呢又未必噶。呢幾年如果你去一啲日本熱門旅遊區，其實會發現另一種現象，例如有啲地方反而開始出現更多垃圾。原因好簡單，當一個地方嘅人變得流動性好高，而且充滿遊客嘅話呢，成個邏輯就會開始改變啦。因為遊客唔需要長期承擔後果，亦都未必完全理解當地嘅習慣，再加上而家好多即買即食嘅消費模式，垃圾本身就變多咗啦。當製造垃圾嘅人同埋需要承擔責任嘅人唔再係同一批人嘅時候，呢套本來運作得好好嘅系統就會開始慢慢出現問題啦。所以你會見到近年日本某啲嘅地區反而開始重新設置垃圾桶，甚至出現咗智能嘅垃圾桶，或者係要求商戶設置垃圾收集點。換句話嚟講，小垃圾桶並唔係一個萬能解法，佢只係喺某一種社會條件之下先會運作得特別好。下次當你喺日本街頭拎住件垃圾，行咗幾條街都揾唔到垃圾桶嘅時候可能你會開始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呢一件事嘅，因為你手上拎住嘅其實唔只係一件垃圾，而係日本社會點樣運作嘅一個小小縮影，亦都係一種你已經參與咗，但你未必察覺到嘅規則。好啦，呢條片就嚟到呢一度啦，下次去日本嘅時候記得隨身帶住個膠袋仔嚟載垃圾啊！如果大家對今條影片有任何嘅嘢想分享或者討論嘅話都歡迎留言話翻俾我哋知噶。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記得俾翻個 like 我哋啊！仲未訂閱嘅朋友，快啲訂閱啦！仲有分享同埋留言啦！我哋嘅頻道會分享日本嘅旅遊、文化同埋移居日本嘅資訊。中意日本嘅人嚟就記得快啲訂閱我哋嘅頻道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